为什么有很多的老板可以把公司管理得很好，在公司的时候很有领导魅力，但是却始终追不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条件那么好，然后女生却说你不适合她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有3件事情你并没有做好。只要做好这3件事其实要追到你喜欢的女生并不难的。今天我就会教你怎么做到。你好，我是 Yuri， 我是一名指导过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男性成功脱单并交往到他们自己想要的年轻理想女友的一位爱情战略家。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如何用你管理公司的那个领导魅力，让女生彻底的爱上你。会讲这个话题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位学员，他身份蛮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位有着70名下属的贸易公司的一位老板。他告诉我，他所面对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认识的女生真的很少，因为他其实只谈过1次恋爱，而且因为他为人比较害羞的关系啦，可能，然后每天再加上忙工作，其实他基本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认识女生的。而且他有一点很不解的就是他说他对女生是很好的，我就问他怎么样的好呢？到底？他说就是他都是只要跟女生出去跟女生去约会，他都是很愿意为女生花钱，会买一些小礼物给女生的，甚至他会很迁就女生的想法。迁就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连女生可能说了一些他不是那么认同的话，他也会迁就女生的想法说好。可是你看这么一个好先生却被女生一直拒绝。他说最常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女生在跟他约会完1次之后，女生就会彻底消失掉了，就是基本上要么就是不回他的信息，要么就是直接就把他封锁掉。他真的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这位老板的学员呢，他尝试过就是花大钱去买那些相亲联谊的那种配套。如果你参加过的话，你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就是你花的那个钱是多少，你买的配套是多少钱。可是我就问他你满不满意呢？那么这个配套的结果，他说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他说通常这些公司介绍给他的女生通常要么年纪很大，然后再加上就是他说很难伺候。我就不明白了，就是那他的难伺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细的问他简单的讲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些女生，这些相亲联谊认识的女生普遍比他以其他方式认识的那些女生来的更冰冷更高冷。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然后他也为了要展现他的诚意他就有带女生去那些高级餐厅，这样子感觉好像比较能够展现自己的诚意嘛。然后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努力都好，怎么样展现诚意都好，最后女生还是最多跟他说一句只是把他当朋友而已。所以我还很清楚记得我们这一位学员来跟我们咨询的时候真的他有一股很无奈的那个感觉，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事业很成功，为什么他是一个可以带领那么多员工一起去打天下的老板，却38岁都还是单身呢？然后每天都要面对就是那种就是一个人在家，没有人陪他一起吃饭，没有人陪他一起说话的那种孤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父母不止1次的明示或者暗示过，他的父母真的很害怕他的这个宝贝儿子以后会变成独居老人。好吧，那么听到这个状况可能这个状况跟你也相似，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是他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一个情况呢？当然你可能想不到办法，没有关系，这里我有简单3个方法我分享给你。首先第一个方法，如果你要女生觉得你很有领导魅力的话，第一点，不要去过度重视女生的意见。 OK， 如果你想要骂我什么大男人主义，先不要急，先听我说完。 OK， 你看我们就以就是一个老板或者一个主管我们作为例子就好了。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有某些老板，有某些的主管，他的员工是非常的不服他的，完全不想听他指挥的那一种，对吧？可是你看有些的老板或者主管，他真的基本上他登高一呼，员工就会跟着来。
就会有去执行他要他们执行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老板你应该也很清楚知道，主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会跟随一个没有主见的领导者，所以一个老板如果他没有主见的话，他的员工也不会服他。所以其实女生也是一样的，女生其实她们天生是希望有一个男人来领导她、带领她、帮她做决定的。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的女生不是独立自强吗？ OK， 我再给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发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男生问一个女生想要去吃什么东西，女生说随便，然后男生就觉得你好像很敷衍。其实不是敷衍，是因为很多时候女生是真的不是那么的擅长做决定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女生都会希望有一个人就是来帮她做决定。所以当有一个男人可以帮她做到决定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这个男人是能够领导她的，这个男人是有主见的。OK， 所以在这里你要用你的主见去带领女生，你不要就是什么东西你都要去问女生的意见。比如说约会去哪里，你要问你每一个步骤，你去什么地方你都要问女生，要去吃什么东西你都要问女生，好像就是生怕就是你做错一个决定，女生会不高兴的那种感觉。如果你那么的小心的话其实女生并不是感觉到你是在尊重她，而是她是在感觉到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带领她的一个男人。所以这样子女生她自然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跟你交往好像很不安全的样子。 OK， 所以就是你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尽量你来做决定，除非你做出的这个决定可能女生有什么意见，或者她真的不是很满意的这个决定，你再跟她商量也可以。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方法呢 ，OK， 第二个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记住每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都要规划好所有的约会行程。因为其实我知道现代的男人可能不止现代的男人男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很多男人是并没有规划好约会的行程的，他连为什么要去这里对他的约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或者就是接下来要去哪里，他完全就是没有规划过。你看为什么这个东西那么重要呢？同样我们用老板来做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个老板，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嘛的话，他的员工会怎么想呢？他的员工是不是会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呢？我不知道其他员工如果今天我是那个员工的话，我一定会就是可能找个机会尽快跳槽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会感觉就是这一个老板他并没有一个全盘规划，那么我跟随他的话不是很危险吗？好像就是每天在踩那个地雷区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实同样女生也是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记得我刚刚说过吗？女生是需要被男人带领的，她们是渴望这一点。所以如果你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每一次你跟女生约会的时候，你就是凭当下的感觉来想要去哪里的话，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概念要去哪里，你跟那女生还要站在街上，在那里可能苦思冥想个15分钟，接下来去哪里的话，我告诉你，你完蛋了，你在那个女生眼里的那个印象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女生会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他连约会都没有规划的话，那代表一件事情，这个男人他是没有规划未来的能力的。女生跟男人谈恋爱，其实他们谈的主要是那个未来的感觉，他们觉得这个男生可以很有未来，所以他跟他在一起。OK， 所以就是你要给女生有这个可以规划未来的这一个感觉。那么要怎么做呢？其实方法也是很简单，就是首先像我刚刚讲的，你不要就是到场的时候你才想去哪里。因为我真的看过很多的朋友就是他跟女生见面之后，他这样问女生，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呀？女生马上就会有这个感觉了。 OK， 然后同样的就是你也不要就是问女生要去哪里。 OK， 除非女生她主动先讲她想去某一个地方。 OK， 那么当然你可以取决于就是这个地方你想不想去，然后你们再协商都可以。 OK， 如果女生没有讲的话，记住你就马上你要丢出一个地方，你要告诉她，比如说我们去那个什么狗狗的咖啡厅啊。 OK，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去那个狗狗很可爱怎么样，然后直接带她去。你这样子你就会让女生感觉就是你是一个
懂得规划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第3个方法是什么呢？第3个方法，我相信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一定做得到。OK， 这个方法就是分享跟女生分享你未来的对爱情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因为像我刚刚讲过的，女生谈恋爱，她们是谈未来的 ，OK， 她们对未来很看重的。你看我同样，如果我用一个老板的例子来讲的话，你看如果今天有2个老板，一个他是有非常长远的目标，然后他很清楚的告诉他的员工他的长远目标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老板，他可能他的那个态度是有点走一步算一步的那一种。各位，你们觉得员工会更信赖，还有更想追随哪一个老板呢？不用讲嘛，前者嘛，对不对 ？OK， 因为我们会感觉到比较安心嘛。所以其实女生她们也是有这一个想法的。你要让女生知道就是跟你在一起的女人以后会有多幸福。当然，这个女人可能未必会是她 ，OK？ 可是你就是要让她知道，你以后会让你的女人过得有多幸福，你会让她有一个怎么样美好的一个人生，怎么样美好的一个未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让女生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她在她的脑袋里面就会有一个对未来产生的一个画面。然后这个画面刚好你在旁边，然后刚好这些东西是你跟他讲的，所以你就会自动变成那一个画面的主角，他就不知不觉爱上你了。OK， 所以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你要多跟女生就是分享就是你想要跟你的未来老婆，或者你想要跟你的未来的女朋友想要做的一些什么事情。OK， 它可以是一些成就，也可以是一些开心的事情，比如旅行啦。比如可能要让孩子上哪一个就是比较优秀的那种学校啦，或者就是你们想要建立一个几口之家，这种都可以。你跟女生就是时不时就分享这些东西，让女生的脑袋里面充满大量这种有你的画面。OK， 所以这样子女生她会不知不觉的就是爱上你的。所以最后为了奖励你看到这里因为在这个年代，坦白讲已经很少人有耐心就是看这种比较长的影片了。OK， 如果今天你想要就是在今年内成功交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女朋友，成功跟自己就是一个喜欢的女生交往的话你可以在置顶留言里面或者那个资讯栏里面的那个 URL， 你获取我们这一个我自己本身花了14天时间制作的这一个爱情独孤9件的这个脱单攻略本。因为在这个攻略本里面呢，我会告诉你一个男人从单身完全没有女朋友，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女生可以追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可以成功拥有女朋友这要做的这4个步骤。 OK， 这4个步骤其实并不难，所以就是你可以在限时内就是免费获取这一个攻略本的。你只要点击底下那个留言区里面或者资讯栏里面的那个 URL，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了。不过记得有时限OK， 所以最后在这里我想祝你你可以成功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你的爱情。OK， 我是 Yuri， 我们下次再见。